什么？虚空居然可以发射火球，并且这个火球还能对人类进行追踪？这个终结者打了半天打不掉又是什么情况呀？那就在最近，体验服迎来了 CF 18周年生化版本的更新，不仅推出了全新的生化潜能模式，大家所期待的怀旧三十人生化也进行了更新。那这次版本更新的东西非常的多，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兄弟们有所帮助。好的，我们首先来看看新模式。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有4个槽，对应的话咱们可以获得4个 buff。前3个槽呢，每30秒钟获得1个。当左边的槽亮起，我们可以按 Alt 键进行选择 buff，2个 buff 二选其一，并且两边都有3次刷新的机会，这3次是共用的啊。同时这3次机会，人类和僵尸在这一回合也是共用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这里是我选择第2个 buff， 但是呢这2个 buff 都不是我喜欢的，我要是两边都刷呢，就是用2次机会。这里刷出来一个好东西，补给箱内只会出现火箭筒。大家看这里捡到的每个箱子就是火箭筒，就非常的爽了，可以玩无限火箭筒的流派。正好我的第1个 buff 叫幸运一击，击杀僵尸50%的概率获得补给箱。你看这就连接起来联动起来了。好，我们快进到第3个 buff， 致命一击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这里面的致命一击对于你的火箭筒和榴弹也是有加成的。大家看，这里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又有威力又有续航的一个连血火箭筒流派。同时，我们这个时候第4个 buff 也解锁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兄弟们，第4个 buff 一开始是锁住的，需要我们对僵尸进行伤害之后才能半解锁。那怎么才能全解锁呢？我们需要点亮前3个 buff 之后才能解锁第4个。哪怕说你伤害够了，但是你前3个 buff 还没有出，你是不能解锁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前3个 buff 都点亮了，我们就能选了。这里大家要注意，因为 buff 基本上都是全新的，有大概30-40个，非常的多。大家可能包括我在内都 buff 不是太了解，所以说在实战的时候，大家尽量是去安全点的地方，然后再选择 buff。这个 Alt 键是可以留着的尽量不要说一边压轨打游击的时候一边选，因为你在按 Alt 键的时候你是不能去转移视角的但是 Alt 键可以留着等你安全的时候再慢慢选然后大家看这里，我怎么一发火箭筒能扎了99的伤害？什么情况？我明明已经基本上成型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呢，在游戏里面按 P 键可以看到其他玩家的一个 buff 情况。原来对面有一个使爆炸物受到的伤害减少99%，专门克我们的无限火箭筒的流派原来如此。但是说句实话，这个 P 键确实是离得有点远，不太好按。那这里呢，在看视频的兄弟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复杂可能有的粉丝们还会问，老伙，这又有天赋系统，这个天赋系统也更新了兄弟们，到时候我们做个详细的视频。然后呢，我们又有4个 buff， 然后别人的 buff 又不是太容易看出来，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？这里大家放心，天赋系统呢是不能在这个新模式里面去使用的，不然确实是太乱了。好的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人类的一种火箭筒流派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流派我会出专门的教学视频，因为不然真的太长了。我们再来看看鬼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流派，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把是蓝终结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第1个属性有基因突变，蓝终结配基因突变，相信经常玩的兄弟们应该都知道，可以大幅减少蓝莓的开技能 CD 时间，相当于是蓝莓的专武。然后第2个给了一个新的属性，终结者的恩赐，每隔4秒钟获得蓝终结的护盾。那我基因突变还有一点点的真空期，那这个东西配合我的基因突变，岂不是无限盾了？那实战就是这样，我自己的技能97%的减伤，配上蓝终结的这个恩赐基本上全程的无敌，非常的夸张。好的，第3个属性给了个强力终结，处于终结者状态，血量增加60%，攻击速度提升30%。我本来基本上都全程无敌了，再来个加血量，真无敌了，这是。好的，这里我们再来选择第4个 buff， 注意人类是对鬼造成伤害解锁第4个 buff， 鬼是成伤解锁第4个，同样也要解锁前3个 buff。这里我们刷新一下，混乱血清变身随机的强化终结者，生命值提升100%，选了兄弟们，看看什么效果。哇，直接4万血，我的天！虽然说我失去了蓝终结本身的技能，但是我有蓝终结的恩赐，我还有无敌，还4万血。说句实话，兄弟们，这4个 buff 在一起，你想被人类打死都不容易。好的，那因为篇幅的原因，这个搭配实在是太多了，就给大家大概看一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buff， 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比如说这个迷你生化可以让我们的体积变小，然后移速和攻速都会变快。你体积小呢，就意味着人类不好去秒你。比如说配合刚才那个加血量的 buff 或者说什么护盾这些东西，你是又硬跑得又快，攻速还快。烈焰庆典每隔10秒钟会向附近的敌人发射地狱火球。就是大家视频开头看到的那样这个火球可以自瞄，非常的夸张。比如说有人拿着蝴蝶去压你突然给你来个自瞄火球，别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。更何况破点的时候，只要你血够厚，你往那个人堆里面去破，突然给你发射个火球，人类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。你看我这里刚才屁股对着这猎手，他屁股都能发射火球。好的，那关于这个新模式就先给兄弟们讲到这里，因为这次更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然后我做视频呢也不想水，我想让大家都能看明白，所以说视频可能会有点长，对不起，也希望大家能看懂吧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看看常规30人生化的改动。这里是乱斗，大家看到所有终结者的头标现在都变成红色了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改动。不管是虚空、女皇、钢铁，还是各种什么绿色的终结者、毒魁，都是变成红色了。
我们这里给大家模拟一下，比如说这里我打金鹰村，我在守钟楼，我看到这个地洞里面有一个鬼，我第一反应是暴君啊，因为常年的习惯，但是没想到它是个虚空，因为虚空在我的印象里面它是紫色的，你看它突然上来了，真的就是说明明这么多年的习惯没必要改的呀，这个。希望未来这个图标还是可以优化一下，真的没必要，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。好的，第二个改动，猎手的双倍分全部消失，不管你是老头、机械、10级的时空，还是任何有双倍分的猎手，全部没有双倍分了。机械的双倍分，不管是炮台还是奥数手榴弹，全部消失。同时，僵尸抓猎手的人头分也进行了改动，本来抓一个小猎手是20分，现在只有15分，伤害分数还是1000的伤害算是1分。大猎手的人头分从30分降低到了20分。但是没想到的是，人类的分数却进行了加强。本来打死一个终结者是3分的人头分，现在打死一个终结是5分的人头分。击杀小僵尸的人头分从1分升至为2分。人类的最高士气攻击力从480%升级为了560%，也就是说士气凝聚也得到了加强。但其实我觉得啊，现在的人类在生化里面的强度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了啊，比终结者确实是厉害不少。两边阵营的平衡真的还是得好好优化一下。同时，僵尸阵营新增了2段跳和跳跃强击这两个本来属于进化和追击的 buff 啊，也加入了进来。跳跃强击呢，按奥特键可以飞起来，并且拥有霸体，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 buff。基本上在对局内碰到这个属性，人类很坚固的点位都守不住，主要它有霸体，还不一定打得动啊。你可能自己能防，你可以听跳跃强击的声音去预判，但是呢，队友可能会防不住，一个点位就垮掉了。2段跳的话那就更强了，基本上大家熟悉的点位，比如说金鹰村的钟楼，昭和遗迹的绳索呀，各种高点啊都防不住。你像这个钟楼铁丝网，真的钢铁你这随便跳，兄弟们真随便跳。总结一点，这两个 buff 非常非常的恐怖。然后的话，人类的2段跳之前是出现过，然后又被删除了，现在又是回来了。但是要注意啊，兄弟们，这个2段跳我现在用起来，大家得跳慢一点，不是说要2下这个跳连着按，容易断，容易只会跳一下，你们慢慢的去跳，不容易失误。然后像金鹰村以前2段跳的标志性的点位，花店旁边的这个围墙现在也是修复了，上不去了啊，兄弟们，你能上去一点点，但是下面的鬼轻松就能打到你，以前是可以跳上去的，这个点位估计是有点太 bug 了，给它修复了。好，然后是终结者和猎手的改动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地狱的搓球速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，并且它的球的滑行速度也会变快，大家看这里蓄力比之前快了不少啊。这个加强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因为这么多年地狱确实是太牢了，像之前伤害又低，然后球又打不到人，然后也没有护盾，太牢了啊，改地狱是对的。同时虚空也进行了削弱，增加了虚空的冷却时间，同时虚空传送过去的僵值大家看明显变长了，从1秒钟提升到了1.5秒钟，就是让你带天赋的话倒是现在从3费改成了1费啊，到时候会给兄弟们做详细的搭配视频。毒魁也进行了增强，这里给兄弟们列一下数据，主要表现为他的匕首伤害变高了，然后各种一些 CD 时间变短了，比之前用的更顺手。猎手方面的话，圣拳从14500的血量降低成了14000，然后轻击从800的伤害降低成了700，重击是没有改的。同时女圣拳跟男圣拳一样，也是降低了血量还有轻击的伤害，其他是没有变，击退都是没有变的。然后哪吒的话是进行了一些改动，它的中心火伤害变得很高，但是呢，它这个火焰现在打鬼基本上没什么减速，大家看这里，一蹭就蹭走了啊，不吸了现在。不会出现像之前的版本5秒钟90%的减速的这个情况了，终结者可以跑掉了。然后剑客的话是增加了一个一闪的 CD 时间的一个 UI 图标，大家可以看左下角那个红色的刀痕，这里我使用了一闪之后，大家看有这个倒计时，就不用大家心里面去计算了，它会有个提示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关于猎手和终结者数值方面的一些改动。那这里打扰一下兄弟们，最近穿越火线出了一个全新的年度的金火线杯，然后呢搞了一个我们视频作者之间的一个排名，然后咱们老火也是很有幸能够参与进来啊。大家可以点开这个活动之后呢，点官方赛道，然后长视频这边有一个年度优秀作者，然后如果大家方便的话，可以帮你们老火去投一票。这次的奖励呢有咱们定制的喷图还有名片，如果说咱们能获得这个奖，这么多年自己也成长了很多，真的很感谢兄弟们哥哥姐姐们一路以来的陪伴。每期视频我都会认真的做，这么多年视频质量永远不会降低，答应好大家。如果说咱们能获奖的话，1000 Q 币加上我给兄弟们自掏腰包，加个800块钱的耳机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不能说让兄弟们给我投票，我不能亏待兄弟们吧，是不是？也不能给兄弟们丢面。如果说真的能获得这个喷图，真的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情，也能给自己的游戏事业添加自己的一个小痕迹。拜托了，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生化模式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优化。黑箱子内的武器，人类的话是取消了喷火器还有震撼弹，这两个以后是捡不到了啊。其实喷火器确实大家用的比较少，那震撼弹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能保你的命的。它这样删除的话也有好处，就是说大家捡到榴弹和火箭筒的概率会变得更高啊。这个改动还算可以吧。
然后僵尸阵营的话是取消掉了绝命暴走这个技能啊，从而代之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鬼增加移速的道具，像进化模式里面的诺夫一样，可以使用之后增加20%的移速。然后刚才不是和大家说人类增加了二段跳的属性嘛，同时人类删除了人类隐身还有补给兵这2个属性，但是僵尸阵营的 buff 是没有什么改动的，比如说盒子呀这种比较弱势的 buff 都是还在的。好的，视频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怀旧模式。怀旧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延续的是新的 UI， 同时还是新来的2个道具。然后炼狱和死亡之眼的话是可以通过黑巷子之内捡到的。大家如果说捡到炼狱和死亡之眼的话，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这一局人类的强度了啊！炼狱打远距离，然后死亡之眼打近距离，有一种现在这个版本生化背包的感觉。但是要注意啊，这个死亡之眼它是没有蓝火的，只有红火。然后红蓝箱子的位置呢，却是之后红蓝箱子更新之后的位置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一开始高点后面是没有这个箱子的啊，这个是后面是因为有英雄出现这个蓝箱子增加的 buff 的时候，然后增加上去的。同时终极猎手的距离是目前1月份黑色城镇那个版本的距离是有距离加成的，虽然血量的话是15000是最初的血量，但是中刀的距离和范围都特别远。轻击的话是跟现在的版本一样是2段，大家记得吗？一开始的终极猎手轻击是4段，现在是2段，所以说这个怀旧兄弟们有点像个全新的模式。然后老头的大招这个里面是11000的伤害啊，跟现在的政府的新版本是一样的。按理说老头最开始的技能伤害是10000，他等于就是说把现在的一些机制也带入了进来。虽然说只能变地狱和蓝老头，但是还是感觉像个新模式一样，这个味道不纯啊。然后僵尸阵营方面的话倒是没有变异宝贝，因为怀旧服的原因是没有变异宝贝的数据的。普通女鬼开技能是减速，所以说这些基因村常规的点位都挺难破的。比如说基因村的花店，大家如果说从中间的这个平台极限跳飞过去的话，是基本跳不过去，因为会被减速。然后地狱的话，倒是现在这个版本的错球速度是刚才跟大家说的加强之后的地狱，所以说兄弟们真的玩得很奇怪。然后的话，僵尸阵营吃箱子的话是只会给一个绿盾，绿盾按理说在政府里面是减伤50%，它没有回血的道具啊，箱子之内只有绿盾，这里面的绿盾是减伤10%，你可以留2个，还是2个槽。但是如果猎手吃黑箱子的话，还是跟政府一样，一次回血是1000，而不是一次回血回500。其实一开始的经典生化的话，猎手吃箱子是不回血的，后来才加上去的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所以说玩起来的感觉，你也不能说不好玩吧，有种新奇的感觉。但是这玩起来的感觉，它不像是在怀旧，就是像感觉在玩一个新模式，一个有点缝合新旧版本的一个新模式啊，还是值得兄弟们去体验体验。但是真的是应该好好去优化一下。行，兄弟们，那以上就是关于这次生化版本更新的一些重要改动了。今天视频确实是有点长，但其实我已经是缩减了这个视频的时间，还有很多新的生化天赋呀、生化荣誉等级没给大家提到，到后面我们都会给大家慢慢的做视频，大家放心。也同时再次感谢大家能把视频这个看到这里。视频虽长，但是我真的不想水视频，想让新版本大家都能看得明白啊，看得对你们有所帮助。大家觉得有用的话，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帮我去投个票，真的很感谢哥哥姐姐们。行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各位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